苏公子恢复的极好，到底是年轻，只不过并未锻炼吧。还要命不要？想活为什么不锻炼？明早我亲自来监督你跑步，你不跑，我便陪着你跑。你明日真的来？那还有假？好，那明日在下在此等候顾小姐。禀少主，周公子求见。他就是你一直想见的周荣秋。南越国赫赫有名的神医周荣秋，请周公子进来吧。是。据说他医术高超，手到病除，俨然是位活神仙。他医不好苏林霄的先心病，并不是能力不行，而与时代发展有关。先心病是绝症，在这个时代根本不可能治好。如果周神医能与我一起为秦妃诊病，会不会真的将秦妃治好？凌霄，凌霄，你说的奇女子在哪儿？神医难道不是白衣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绝世独立的形象吗？哎呀，快说呀！奇女子在哪儿？真急死人了！别急，顾小姐不就在这儿吗？在哪儿？周公子，久仰大名。哦，这就是奇女子。我以为你找了个贴身丫鬟伺候你起居呢。我很像丫鬟。啊，你这小姑娘确实好看，当丫鬟有点可惜了。苏老弟，干脆你把她收了房吧。这位周公子，您能不能别闹了？女子的声誉最重要，您这样开玩笑，岂不是坏我声誉？坏了更好啊，你就干脆嫁给苏老弟算了。苏老弟父母双亡，又不好女色，更重要的是，他活不长了。等他死了，苏家庞大的财产都是你的了。周公子，真的别闹了。我没闹，我与苏老弟相识10年，他第一次与我提到女子。我与苏公子仅仅见了数面，所交流皆是病情。以我对苏公子的了解，只要提到我，一定是与病情有关。而且小女已有婚约，恐怕要让周公子失望了。啥？婚约？那男的是谁？当今太子殿下。这个周荣秋哪有点神医的样子？分明是个媒婆，男媒婆。停，别说了，咱们说说别的好吗？什么事儿有终身大事来的重要呀？哎，你听周哥哥的，别跟太子了，就嫁苏凌霄。苏公子，你有办法让他停下吗？好。周兄，干嘛？总算安静了。这是谁画的？正是这位顾小姐。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顾小姐，您能给在下讲讲吗？顾小姐，那本医书你真的烧了？不会是不舍得拿出来吧？说这本书还在，我为什么不拿出来？很多人的医术都不外传。
我倒没什么保留的心思。我认为，与其将这些能医好人的医书带到棺材里，还不如让更多人知晓，想来也会拯救无数生命吧。荣秋，这回你知道为何我称顾小姐为奇女子了吧？顾小姐绝对的奇女子。顾小姐，你就别嫁给太子了，你这么一身本领，本应在医学上有所建树，若是嫁给太子，就只能到处下药让人小产了。又来了。哦，我和这家伙认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他如此哈哈大笑。你们俩一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苏公子的病目前手术无法实现，只能增强心肌活力和心肺功能，但我对药理方面不是很了解。交给我。这药方开得精妙，果然人不可貌相。周荣秋在医术方面当真是极有建树。周公子，有件事千雪想请教你。顾小姐，你客气什么？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是。周公子可曾诊过秦妃娘娘的病？这个，说来话长。当年秦妃患奇病，我随爷爷入宫为秦妃诊病。那病很是奇特，别说我看不出病因，连我爷爷也看不出。我爷爷这个恨药，最终郁郁而终，将这不甘带入了棺材。想来周老神医的怨念，也是周荣秋心头的一个梗。秦妃的病若一直不好，周荣秋便会一直耿耿于怀。聊了这么久，凌霄也该休息了。我请顾小姐去聚善楼，一边吃饭一边聊，如何？好。苏公子好好休息，我们先回去了。明早我再来监督你陈列。殿下，都听到了吗？这顾千雪当真如此精通医术？如今有了荣秋的反应，便可以肯定，顾千雪并非信口胡说，确有真才实学。哼，这个顾千雪不仅有真才实学，还大胆得很，竟然在水里公然探本王的脉。这么说，你的武功被他探得了？是，若不是他声称能治好母妃的病，如今恐怕是坟头草都长了数寸了。顾小姐是未来太子妃，这等人才，若是被太子招来了去，皇后请父王为顾千雪赐婚的目的是想借此拉拢镇远元帅站在太子一派，父皇赐婚却是试探，看看赵远征会不会真的投靠太子。无论结果如何，顾千雪都不会是太子妃。事实证明，赵元帅不肯结党营私，皇后大为不满，这婚事自然不会成。相反，若赵元帅真的加入太子一派，皇上也会忌惮太子实力太强，这婚事也不会成。这顾千雪确实没有太子妃的命，但这顾千雪却丝毫不隐藏其锋芒，就是怕宫廷要发现顾千雪，将其纳入麾下。太子殿下在拉拢方面确实极有手段。凌霄，有法子吗？法子自然是有的。别卖关子了，快说。很简单，取消婚约。可以。周公子下回采药带上我可否？这可不行。为何？我在山上采的药都是较为罕见的药，既然是罕见，其生长之地便多在悬崖峭壁上，
我都是用轻功上下，无法带你啊。轻功，就是那种会飞檐走壁的功夫。是啊，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武林盟主。快跟我讲讲，怎么用轻功？首先要运功，将内力在体内运转1周天，而后将丹田里的内力逼到腿部，猛地发力便能跃起。好神奇！荣秋兄，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当然不行。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但是不能在这里。千雪有所不知，我行迹官场，若轻易显露武功，很容易被人忌惮。理解理解，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没想到顾小姐还有这般见识。若不嫌弃，去我家吧。我家院子大，除了种药的几块地，还有一块我自己修的练武场。好啊，咱们这就走。等等，我的酒！小姐，那个秦妃娘娘的病。禀王爷，顾小姐与周神医在聚善楼3楼的厢房用过午膳后，在驿站雇了马车，前往周神医家中。他们在厢房里谈了什么？回王爷，他们一直在交流武功和内力之事。还有吗？回王爷，没了。他们没谈母妃的病情。回王爷，他们未谈及娘娘的病情。岂有此理！那他们去周荣秋家里做什么？回王爷，他们是去看轻功的。这个可恶的女人，竟然不把母妃的病放在心上。我竟然能跑这么快，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怕你拖我后腿，偷偷在你手下的劳宫穴输了一点内力。输内力？是啊，不过我的内力输到你身上，你无法使用，只有刺激促进的作用，但也比银针的针灸好用多了。那你治病时，是不是可以抛开银针，直接用内力？从原理上来讲是可以的，但人的内力消耗得快，若是治病的话，用内力代替针灸，可能累得精疲力尽，内力干涸，也治不了一个人。内力干枯会怎么样？会不会死？怎么会死呢？人的内力就如同力气，用干了，慢慢就补回来了，只不过内力更难以恢复。周荣秋向我输入内力时，我整个人呼吸强劲，身轻如燕。这种神奇的力量，如果用来治秦妃的病，怎么办啊，小姐？城门已经关了。这位君爷，小女是礼部尚书顾千泽之女顾千雪，今日书城误了时辰，请君爷通融一下，让我们进去可好？顾小姐，不是我们不通融，按照律例规定，城门关闭后，除特殊手谕，任何人不得进出。玉莲，是，希望小哥通融一下。还请君爷帮忙想想办法。顾小姐，要不然您在城外客栈先住下，一会儿小的换了班，您可以写一封书信，小的帮您送回府。若不回家，我那个傻傻的母亲一定会整晚等在大门口的。顾小姐，君安小哥哥，在下奉王爷之命，
在此等候顾小姐，接顾小姐回顾府。厉王的命令？原来是厉王殿下的命令，属下这就开城门。是我美丽可爱、大方优雅的女儿回来了吗？雪儿，你闯大祸了。闯祸？是啊，你祖母和父亲都在满福园等着呢。有下人说，见到你和野男人乘着马车出了城，私奔了。又是一出三堂会试。孽障，跪下！顾尚书，女儿向父亲下跪本是天经地义，但若因什么误会而让我下跪，待误会澄清，岂不是很尴尬？误会？什么叫误会？你公然与一男子乘车出城，难道是误会？你深夜不归，让你母亲等候多时，那是误会。我和周神医出城的事，他们又是如何得知的？是谁告诉你我和一名野男人乘车出城？大胆！你还狡辩！来人，下法伺候！老爷，不可以呀！别以为你有赵元帅的庇护，我就不敢怎样。今日便是得罪了赵元帅，我也要罚他。呵呵，顾尚书，您不怕得罪赵元帅，那怕不怕得罪厉王？哼，你以为厉王殿下是你的免死令牌？便是厉王殿下，也得讲道理，不是？厉王殿下自然是讲道理，所以今晚特地派了随从君安亲自驾着厉王的千金车，在城墙外将我接回。竟有此事！你且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今日和谁乘车出城，又去了哪里？尚书大人，刚刚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便让我下跪吗？哈哈，千雪，你父亲也是气坏了，关心则乱。祖母教训的是，千雪不过是心寒。父亲不相信女儿，却相信外人。女儿为了家族兴衰荣辱，殚精竭虑，到处找寻办法。父亲却不问青红皂白，让女儿下跪。如今想想，真是不值。一场误会，都是家人。那我便想问问顾尚书，您是听谁说我与人出城？是从崔管家那里得知。崔管家不在府中好好干活，竟在府外乱转。老爷，我是听府中刘嬷嬷说的。谁是刘嬷嬷？还不快出来！老爷，大小姐，奴婢是听翠儿说的。果然又是顾千柔。我说二妹，我的事儿你倒是十分热衷嘛。翠儿，可有这种事儿？本小姐怎么不知？韦小姐，今日奴婢出府，便听到大街小巷都在传大小姐和野男人出城的事。奴婢觉得此事太过阿杂，便没说给二小姐听。大街小巷，具体指的是哪条街哪条巷？便是前门大街。明日清晨，本小姐就派人挨个询问这前门大街的商户，若商户知晓此事便罢；若商户都不知，只有你自己知，那编排之罪你便是跑不了的。好了，现在你能说到底跟谁在一起，又去了哪里吧？我与周荣秋出了城，去周府的药园为秦妃娘娘选调养身子的药材。神医周荣秋，
为何你刚刚不说？回府后，您不问青红皂白让我下跪，我便是想说，也不知从何说起。是为父错怪你了。千雪累了，早些回去休息吧。顾小姐这边请，少主恭候多时了。少主，顾小姐到了。顾小姐，你来了。厉王怎么来了？千雪给厉王请安。大胆！行礼你笑什么？冒犯殿下！少公公言重了，小女子怎么敢冒犯厉王殿下呢？竟无冒犯殿下，为何刚刚嗤笑？并不是嗤笑，而是觉得厉王殿下很是亲切罢了。哪里亲切？因为厉王殿下让小女子想起了家中祖母，平日里去向祖母问安，祖母也是时常忘了跪了一地的人，好半天才让大家免礼起身，所以觉得殿下十分亲切。大胆！将这2个丫鬟拉出去杖毙。慢！厉王殿下，玉莲和玉翠对你毕恭毕敬，你怎么说杖毙就杖毙？顾小姐怕是不知道厉王的脾气。本王还用解释？凭什么不解释？说随意打杀，还要律法做什么？给他个解释。玉莲和玉翠2名丫鬟未经厉王宣召，携带利器进入凌霄阁，有行刺嫌疑，理应严惩。凌霄阁是苏公子的住所，而非你厉王府。我嫌玉莲、玉翠到达凌霄阁之前，根本不知厉王在这儿，何谈宣召？谁引他们前来，一同杀了？苏公子，难道厉王不分青红皂白杀苏掌柜，你也无动于衷吗？殿下他一向如此。疯子，你们这群疯子！好啊，那我也有嫌疑，要杀便一起都杀了吧。你没嫌疑。顾小姐未携带利器，故而没有嫌疑。我没带利器，难道他们带了？他们带了发簪，发簪为金属物，其一端锐利，是为利器。我为陪苏凌霄晨练，怕配饰太多累赘，便没带发簪，居然因此被抓了把柄。一个发簪能杀人，那我的牙齿也能杀。我若是想杀人，就狠狠地咬死他，吸干他的血，吃光他的肉。如你所愿，拔了他的牙。拔呀，拔了我就自尽，我死后就没人能为秦妃娘娘治病了。小人有个不情之请，不知殿下能否应允？你说。小人发病正在调养，实在不宜见血光之灾。小人斗胆，恳请殿下饶了3人性命。死罪可免，拉出去每人打30大板。快走！既然顾小姐是来监督在下晨练，我们便去屋后的空地上晨练，如何？带路。刚刚不是在下不劝，而是了解殿下的脾气。若我开口，只怕情况更糟。顾小姐可以谅解在下吗？不谅
谅解。就算你不为玉莲和玉翠求情，苏掌柜一直尽心尽力照顾你，你怎么可以让他老人家受委屈？顾小姐，您不了解殿下的脾气。我了解他干嘛？这里是你的地盘，你让一个外人打你的人，你的手下寒不寒心？苏掌柜对你忠心耿耿，即便你不护着他，他也会谅解你。难道你就要踩着他谅解的底线负了他？算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处事方法，刚刚是我逾越了。不，顾小姐教训的是。这个厉王看什么热闹？从今日起，每日早晨和晚间都要做急走练习，先将四肢活动开，跟着我做。全听顾小姐安排。急走试试。好。殿下，苏公子这能否吃得消？那是苏凌霄的事。苏公子，今日的晨练就到这儿，晚间再练习一遍，明日晨练也如此，便不用我再来监督了吧？那在下明早便恭候顾小姐的大驾。他还真是不客气。那我先走了。千金出，顾小姐留步。不知少公公有何指教？厉王殿下恩典，允许顾小姐乘车，一同前往厉王府为娘娘诊病。不用，本小姐便是爬着，也不坐她的破车。顾小姐要三思啊！殿下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想想你的家人。我晨练出了不少汗，恐虚坏齐妃娘娘，打算先回府更衣沐浴，稍后再去府上为娘娘诊治。这样才对嘛！王爷，顾小姐她要回府沐浴更衣，再为娘娘诊病。走。好一匹倔强的小野马。顾小姐，娘娘的病情可有进展？娘娘的病情十分平稳，我虽无法保证娘娘何时醒来，却敢保证娘娘正在逐渐康复。老奴信您的。生嬷嬷为何如此信我？是少公公告诉老奴的。他说，厉王殿下十分相信您。他，哼，小女子还真受不起厉王殿下的抬爱呢。顾小姐，您与殿下之事，少公公都告诉老奴了。恕老奴多一句嘴，今日是第一次有人从殿下手中活着出去，多的老奴便不说了。第一次？这个丧尽天良的郭宁风，打了我的人还要我感恩戴德，他怎么不去死？小姐，玉莲、玉翠，你们为我受苦了。小姐不要伤心，奴婢不打紧的。是啊，小姐，别看我们伤了，其实不太疼。伤成这样，能不疼吗？厉王，本小姐与你不共戴天。小姐，奴婢们的伤看起来严重，实际上真的不疼，
帝王殿下已经手下留情了。手下留情？这打板子可有学问。有些伤外表看不出来，实际上筋肉接烂；有些伤皮开肉绽；有些伤外表看着红肿，实际上只伤了皮毛。而玉莲和玉翠的伤是属于第3种，养2天就好了。厉王是为了我才手下留情的。老爷请大小姐去书房。顾尚书为何找我？父亲，您找我有事？你为秦妃娘娘诊病，进展如何了？还好。秦妃娘娘的身体如何了？一般。这孩子什么态度啊！你治疗秦妃娘娘的病不易，这些书是我偶然间搜集到的奇书，希望对你有用。顾尚书难道是在担心我？姜汁散，姜汁散是由蜈蚣毒为引40多种药材制成的一种毒药，入体后慢慢侵害人体，刚开始表现为声带失控，状似疯病。疯病症持续3个月后，进入最后阶段姜汁阶段，表现为中毒者双目紧闭，浑身肌肉僵硬，直至死亡。跟秦妃的病情很相似，难道有办法了？没想到秦妃所中之毒会记载在这一书中，以往诊病的大夫定然没有看过这本书。以秦妃所中之毒，怕是早就死了，能挺这么多年，应该是有大夫开的药方碰巧起了一些药性。当务之急是要拿到之前大夫开的药方。大胆顾千雪，见了厉王殿下亦不见礼！快行礼呀，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不知死活？再这样下去，别说咱家，连这申嬷嬷也护不住你。民女见过厉王殿下。民女告退。大胆！厉王息怒！殿下最近是怎么了？明明被冒犯了，为何不发怒？顾小姐，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到了？抱歉，秦妃娘娘的病刻不容缓，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可是娘娘的病有了新进展，麻烦嬷嬷将以前所有医生开的药方给我。顾小姐，快到午膳时间了，留下用午膳吧。秦妃娘娘，有这样一个尽职的人为您诊病，老身就是死了也安心了。现在什么时辰了？回顾小姐，已是2更天。
糟了，我已经忘了时辰。顾小姐饿了吧？老奴特意命人准备了宵夜。多谢申嬷嬷了，但时辰不早了，我得回去了。顾小姐，天色太晚了，今夜您就在这儿住下吧，客房已为您收拾妥当了。这可不行，我可没有夜不归宿住在男人家的习惯。若不回去，母亲岂不是要等上整整1夜？顾小姐，老奴也知您是未出阁的姑娘，留在厉王府实在不便，但这是殿下的安排。厉王的安排？麻烦嬷嬷去和厉王说说，今夜我真的必须回去。王爷到。民女给王爷请安，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千千岁。起来吧。谢王爷。天色已晚，路有凶险，顾小姐还是留下吧。京城之内，天子脚下，哪来的凶险？嘴里把灯挑，这么生寂寥，你这眉笑，乱了我阵脚，不知如何是好，寂寥笑意漫上唇角，杨小八只鸟，结伴可无聊，你却每一条乱了我心跳，很想跳，枝摇摇，倔强相思画地为